要想带走我的弟子，你九天尊还没那资格。慢，药尘。现在的我是半圣。在斗破苍穹的143集剧情中，半圣药老出手，实力太恐怖，一招重创魂殿8、9天尊、封尊者看得目瞪口呆。在萧炎刚返回星陨阁，着手为药老炼制躯体之时，没想到魂殿无数强者到来，萧炎等人为了给药老争取时间，全力出手对抗魂殿强者。萧炎更是首次施展天阶斗技大天造化掌，打得摘星老鬼大呼9天尊救命。没想到魂殿还有强者藏在暗处，随着9天尊的到来，萧炎根本没有反抗之力。就在9天尊要抓走萧炎之时，药老终于复活。此刻复活后的药老已经晋升半圣，半圣级别可不是斗尊能抗衡的。药老现身后，一只手抓住9天尊，即将袭击萧炎的手掌。当9天尊的手掌被猛然抓住的瞬间，他脸色骤变，体内原本顺畅流转的斗气，竟如同被无形枷锁禁锢，周身翻涌的雨滴雾气也在这刹那消散无踪。这般变故令这位魂殿天尊瞳孔骤缩，猛然抬头望去，只见萧炎身后悬浮着一道苍老身影，那张熟悉的面容让他瞳孔剧烈收缩，失声惊呼：“药尘，你的身体，你实力竟然恢复了！”药老周身萦绕的磅礴气息如实质般压迫着虚空，与当年虚幻的灵魂体判若两人。他此刻的气息之强，竟让9天尊这等强者都感到心悸。下方激战的萧炎感应到后方异动，回头望见药老真身时，年轻的脸庞瞬间被狂喜取代。药老冲着萧炎温和一笑，枯瘦手掌虚握间，空间竟如薄纸般被捏出裂痕。他交给我便好。萧炎微微迟疑，灵魂感知却已清晰捕捉到药老体内那恐怖能量，这般气息远超当日见过的黑擎，甚至凌驾于9天尊之上。他心头大定，身形在9天尊阴鸷的目光中飘然后退。药尘，你以为恢复巅峰就能与我魂殿抗衡？9天尊面色铁青，却不得不承认，此刻的药老已今非昔比。当年那个令中州震战的药尊者重现时间，即便以他的傲气，也不得不承认此刻绝非对手。药老却只是淡然拂袖，话语中带着彻骨寒意：“魂殿并非天地间最强，某些人被牵制的不敢妄动，而你这种货色还威胁不了老夫。”话音未落，9天尊周身骤然爆发出幽蓝光芒，他手臂如灵蛇般诡异扭动，竟挣脱了药老的空间束缚，张口喷薄出铺天盖地的蓝色斗气，瞬间凝聚成狰狞巨兽。这能量化形的凶兽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压，锋利爪牙直取药老咽喉。药老却只是轻抬手掌，面前空间轰然崩塌，巨兽尚未靠近，便被拦腰斩断，化作漫天雨滴洒落。未等9天尊喘息，药老隔空轰出的无形巨手已穿透空间，这记看似轻飘飘的掌击，实则蕴含着撕裂天地的空间之力。9天尊被吓坏了，周身百丈蓝色水罩瞬间成型，但空间巨手落下时，整片天地的空间都扭曲成麻花状，水罩仅坚持瞬息便轰然炸裂。9天尊身形暴退100米，嘴角溢出血丝。远处观战的强者们见状无不倒吸冷气，有人已经认出那是药尊者药尘，没想到他居然还活着。窃窃私语如潮水般蔓延，那些见多识广的老辈强者望着天空那道身影，眼中满是复杂。药尘当年以中州第一炼药师之名震慑大陆，即便丹塔巨头都不得不承认技不如人。如今这位失踪多年的传奇人物重现世间，必将掀起惊涛骇浪。萧炎望着大占上风的药老，紧绷的神经终于松弛。有老师坐镇，星陨阁总算能喘口气。魂殿虽强，但顶尖强者各有牵制，只要这些老怪物不出手，星陨阁自可无忧。正思索间，远处突然传来闷响，他抬头望去，只见天妖魁在黑天尊狂风暴雨般的攻击下节节败退，坚硬躯体上已出现凹陷。目光扫过青灵与白天尊的战斗时，萧炎却愣住了。本该溃败的青灵，竟与对手打得难解难分，周身萦绕的凶戾气息，让他想起山洞中那远古天蛇的灵魂之力。少女碧绿色的瞳孔此刻泛着妖异金芒，显然正在借助那神秘存在的力量。萧炎正欲出手相助天妖魁，天空突然传来剧烈波动，药老竟同时凝聚3道空间巨手，分别朝着3个方向轰去。正与天妖魁缠斗的黑天尊首当其冲，被巨手拍中后背，整个人如流星坠地，在灵海砸出100丈深坑。更远处的白天尊同样未能幸免，被余波扫中后喷血倒飞。那些正在屠戮星陨阁弟子的魂殿强者见状纷纷被吓坏了，转身欲逃时却发现空间已被无形之力封锁。药老枯瘦手掌虚握，逃窜的魂殿强者接连炸成黑雾，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。眼见局面失控，9天尊面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，他忽然咬破舌尖，喷出的精血在空中凝成诡异符文。随着手印变换，虚空竟被撕开一道漆黑裂缝，其中传出的气息令天地变色。8天尊求敌药老眉头微皱，他自然认得这股气息，那是魂殿专门镇压强敌的杀戮机器。当冰冷彻骨的威压笼罩战场时，所有激战都出现了刹那停滞。星陨阁弟子们望着那道缓缓走出的漆黑身影，眼中刚燃起的希望之火又开始摇曳。而药老却只是轻轻叹了口气。此刻空间裂缝缓缓扩散，一股冰冷彻骨的气息弥漫开来。紧接着，一道白色身影从空间中踏出，出现在众人的视野里。白色身影现身，白色身影正是8天尊。他缓缓抬头，一张苍老的面庞映入众人眼帘，发须皆白，双瞳也是森白之色，浑身散发着极度冰寒的气息。8天尊的目光落在药老身上，微微一怔，似乎察觉到药老的异样，眼中泛起些许波动。药老看到8天尊，心中明白魂殿这次准备充分，不仅派了9天尊，连8天尊也出动了。9天尊面色阴沉，向8天尊分析，药老刚获得躯体，虽实力有所恢复，但还未达到巅峰，
他们二人联手，胜负犹未可知。八天尊眉头微皱，提醒九天尊不可小看药老。九天尊则暗示八天尊，当年他曾败于药老之手，如今是复仇的好机会，若任务失败，也无法向上面交代。八天尊听后沉思片刻，最终点头同意动手。九天尊眼神陡然凌厉，手掌一握，浩瀚的波动随之弥漫，天地间迅速变得湿润，无数雨滴凭空凝聚。萧炎站在山峰上，抓起一滴雨滴，惊讶地发现其中蕴含着浓郁的水系能量，且具有极强的腐蚀性，猜测一滴雨滴就能轻易洞穿斗皇强者的斗气防御。如此数量庞大的雨滴汇聚，破坏力将极其惊人。萧炎不禁感慨，斗尊阶别每提升一星，实力都会突飞猛进，越级挑战极为困难。药老悬浮在天际，目光平淡地看着周围弥漫的雨滴，凡是进入他周身100丈范围内的雨滴，都会瞬间崩裂。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天空，知道魂殿2位顶尖强者正在准备强大的招式。九天尊面色凝重，手印变幻，厉喝一声凝，弥漫天地的雨滴纷纷颤抖，划破天际，朝着他飞速掠去。眨眼间，在他面前凝聚成一个100丈庞大的蔚蓝色雨球。雨球散发着滔天能量，让不少人脸色煞白。八天尊深吸一口气，抬起手掌，将森白色的极寒之气喷薄而出，附着在雨球上。瞬间，蔚蓝色雨球变成了巨大的冰球，其蕴含的能量愈发恐怖。远处的强者感受到冰球散发的恐怖能量波动，灵魂都感到压抑，纷纷后退。星陨阁的风尊者等人也面色凝重，意识到即便现在逃跑，可能也来不及了。九天尊和八天尊对药老发起挑衅，称要让药老和星陨阁一同毁灭。九天尊双手掐诀，涨红着脸喷出一口鲜血，射在冰球上，暴喝雨石苍穹。两人双手前推，冰球高速旋转，带着震耳欲聋的破风声，朝着药老飞速掠去。冰球所到之处，空间寸寸崩裂，出现一条100丈庞大的漆黑空间裂缝。逃窜的强者见状，吓得魂飞魄散，拼命加快速度逃离。萧炎面色凝重地望着冰球，又看向药老，见药老表情平静，他心中略微松了一口气。星陨阁的弟子们也紧绷着神经，将希望寄托在药老身上。当冰球掠进药老100丈范围时，药老缓缓抬起手掌。九天尊和八天尊看到药老要硬接冰球，脸上浮现出冰冷的笑容。然而，就在两人笑容刚浮现时，药老轻喝一声停，高速旋转的冰球竟在距离药老咫尺之遥处瞬间凝固，漫山遍野一片死寂。九天尊和八天尊一脸呆滞，他们无法相信二人联手的全力一击竟被药老轻松叫停。药老手掌轻触冰球，平淡的声音在天际响起，他坦言如今虽不能发挥10成实力，但对付二人绰绰有余，因为他已不再是斗尊巅峰，而是半圣。此言一出，众人震惊不已。药老一声半圣，如惊雷般在九天尊二人耳边炸响，二人震惊的连体内斗气都停止了运转，难以置信地望着单手触碰巨大冰球的药老。他们深知半圣是斗尊巅峰强者难以跨越的门槛，更是踏足斗圣的重要基石。在斗帝成为历史记忆后，圣代表着天地巅峰，斗尊虽强，却并非巅峰。九天尊二人一直梦寐以求踏入半圣境界，却深知其艰难，从未想过药老能突破。星界众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药老身上，他身形虽渺小，散发的威压却让冰球内的恐怖能量都为之颤抖。风尊者等人先是目瞪口呆，随后狂喜不已，明白星陨阁将因药老的突破而大兴。原本逃窜的强者也停下脚步，意识到星陨阁出了半圣，名声和实力将迎来爆发式增长，魂殿再也不能随意拿捏星陨阁。萧炎同样惊喜万分，为药老炼制躯体时，他本期望药老恢复巅峰实力，从未想过药老能突破斗尊，踏入半圣。药老悬浮天际，平淡地瞥了九天尊二人一眼，缓缓握下触在冰球上的手掌。冰球表面扭曲，随后轰然爆裂，恐怖的能量风暴席卷而出，却在扩散到一定范围时瞬间湮灭。药老轻松化解了足以毁灭山脉的攻击，甚至衣角都未被掀动。冰球被毁，九天尊二人受到波及，受伤不轻。八天尊满心不甘，九天尊虽极度的近乎疯狂，但很快冷静下来，意识到今日行动已彻底失败，当机立断决定撤退。二人撕裂空间裂缝准备逃离，药老淡淡一笑，隔空一握，空间裂缝崩塌，可怕劲风穿透裂缝，让二人再度受伤，血溅喷射而出。九天尊愤怒咆哮，扬言魂殿不会善罢甘休。药老对此微微一笑，如今进入半圣，他勉强踏足大陆巅峰，或许他可以有一个新称谓，药圣。